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因他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灵不再沉睡。哈利路亚！我们何等感恩！我的救主为我从死里复活，我们何等感恩！我们的救主还要再来接他的儿女进入永恒的荣耀。主啊，我们何等感恩！卑微如尘土，你竟顾念我们，你竟眷顾我们，你竟抬举我们，让我们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得与神儿子耶稣的生命有份，并且得那尊荣的地位，就是上帝荣耀的儿女，在永世里面与基督一同坐着掌权，在永恒里面完成上帝原初造人的计划，在上帝永恒的国度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参与在管理、看守、治理这样伟大的事业当中，承受上帝给我们丰丰满满的产业。主啊，我们为你这样伟大的计划，为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这样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满口满心的献上感恩和赞美。你是光，在光中我们得见真理；你是道路，借着这条路回到天父的家中。主，你是生命，因着你我们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主啊，我们求你大大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你，更深的知道你，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跟随你，也更紧的来跟随你。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的营会来到最后的一天。我们深信营会会结束，但是上帝，你的灵不会消灭你的感动，你的话不会停止在我们心里做工。愿主继续引导保守每一位、每一个家庭，我们的教会行在上帝的光中，为要完成神你的美意。主啊，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恭敬把今天这段时间全然交在神的手中，向我们扬脸，向我们吹气，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一同聚焦在神你的面光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非常非常感恩，这次上帝给我和我全家有这样的恩典，来到我们的荷兰华人教会，跟第一次来诗歌了整整14年。2002年第一次有机会来到路特丹堂，跟第一次参加我们的退休会诗歌了13年。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蒙主的恩典保守，我想我们一同的在主的面前真是感恩。虽然地上的日子非常快速，好像我们4天的时间一眨眼已经到了最末了的时候，但是因着我们生命有光，因着主耶稣的复活，我们就满有盼望。人间都在寻找幸福，人间都希望能够甜美，但是我们都晓得，离了耶稣基督那真正幸福的源泉，我们人没有办法得着。我们不过是在劳苦愁烦，不过是在转头成空，不过是在如飞而去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为着我们的救恩，我们满心的感恩。但是救恩不但是让我们经历上帝已经做成的这个救恩，而且也引导我们注目在那荣耀的盼望。那个盼望叫我们不上胆，那个盼望叫我们现在能够攻克己身，那个盼望叫我们轻看一切自斩自轻的苦楚。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的主还要再回来，
不但我们现在灵魂得救，到他来的时候，整个全人完全的得赎。所以圣经上说，万有现在跟我们一同在那里等候。我们现在的情形很有一点像，我常常想，我们华人好像通常要过2次年。第一次呢叫做元旦，我们比如说从2015年跨入2016年，那么过了元旦，我们已经到了新年里面。但是因为我们华人还有一个年叫做春节，那个春节基本上不会是1月1号，那个春节要么是在1月的尾巴，要么是在2月里面。那么从元旦到新春之间这一段，好像很类似我们现在的这种场景。我们已经跨入2016年，但是我们又在等待，好像一个新年。对华人来讲，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农历年，当那个年过完了，好像旧的年才过去，新的一年开始。我们现在灵魂已经得救了，进入了上帝的国度。但是另外一方面，整个全地，我们的身体也一同在等候要真正进入到上帝完全的一个国度的临在当中。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其实也是非常兴奋的期间。我想到我小的时候，为了要等待那个新年，哇，真的很兴奋啊！因为新年好像，这个可以休息蛮长的时间，新年呢可以这个吃很多好东西等等，好像那个心情，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何等感恩！上帝的应许绝对不变，就好像每一年一定会有一个春节，他应许我们，他还要再来，要把我们完全带进他的国度，要来完成上帝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不会因为人的软弱就打折扣。上帝原初造亚当和夏娃，为了要叫他们承受产业，叫他们去看守、管理、治理。但是人的软弱，人的堕落，上帝的旨意会不会打折扣？不会。所以上帝继续在历史里面，他找到了亚伯拉罕，一个甘愿顺命、甘愿走上帝要他走的道路。然后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找到那位大卫，照样和上帝的心意，虽然软弱，虽然跌倒，还要爬起来、站起来，继续走这条道路。在大卫的根里面，大卫的后裔里面，那位幕后的亚当，相对第一个亚当是悖逆的、顶撞的、自我中心。那位幕后的亚当，耶稣基督，却活出了上帝原初造人真正要让我们看见的那种生命，就是顺服上帝，跟随上帝，以上帝为中心。所以这位幕后的亚当，就完全的能够去完成上帝的心意。如今我们基督徒就是不再是那首先的亚当的后裔，我们成了那幕后的亚当的后裔，我们成为了基督的门徒。唯有这样幕后的亚当，才能完成上帝的心意，才能够真正来得着神儿女的名分。所以我们看见上帝的旨意一以贯之，无论人怎样的来拦阻，或者是魔鬼撒旦有怎样的诡计，他永远坐着为王。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看到欧洲许多的动荡，但是我们心非常的安定，因为洪水泛滥，他坐着为王。无论撒旦这样猖狂，特别到那个末世的时候，圣经老早告诉我们，撒旦在做垂死挣扎，他不过是想这一切来恐吓我们，拖住我们，叫我们的灵下沉，叫我们的手发酸，叫我们的腿发软。但是这一切不能拦阻上帝的旨意。不过正显明，
黑夜越深，白昼就来得越快。我们今天靠主的恩典，我们已经得到这把永生的钥匙，我们今天已经有那真正活泼的盼望。所以最后一堂，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要得着幸福的人生，我们需要对这个盼望能够有更深的了解，活在盼望里，活出盼望的生命。我想有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这一段圣经在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3节到第5节，好不好？我们大家同声来念一下这段宝贵的话语。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的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这段圣经何等宝贵！我们都知道，上帝借着彼得把这一段启示写下来。彼得以前有盼望吗？这一个在犹太民族里面生活在最底层的，这一个靠打鱼为生的渔夫，这个没有什么任何学问的，被人看为无知的小民，这一个从个性来说也常常粗鲁的、暴躁的，不单是约翰，彼得也同样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他的个性非常莽撞，一方面常常想当老大，但是一方面常常是在血气里面。有没有盼望？他过去的盼望大概就是能够看看我今天出海，今天出去打鱼，有没有多一点鱼？大概这就是他人生全部的盼望。但是在地上的盼望常常让他失望。我们都知道，他告诉耶稣说：“我整夜打鱼啊，结果什么都没有打到，弄来弄去我还是这样一个生活，弄来弄去我看着岁月光阴一天天过去。”一个没有任何指望的人，就像我们在第一天用到的经文，什么叫做人生的苦？就是没有指望，没有神，真苦啊！我们在这样的所谓滚滚红尘里面，不由自主，在最苦死亡里面毫无盼望。感谢上帝，因着彼得认识了耶稣，跟从了耶稣，而且继续不断的跟着耶稣。我们看见他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看见他的头从地越来越往天台，越来越往上看，终于发现了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叫做活的盼望。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词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词，这个词以前从来没有用过，叫做活的盼望。中文把它翻成活泼的盼望。实际上它原来如果你看荷兰文，我相信也是一样，英文叫做 living hope。 因为坦白说，你我都知道，如果离了活的上帝，有哪一样是活的？对不对？其实都是死的。科学已经告诉我们，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面，一切的事物、一切的物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混乱，越来越混乱，走向衰退，走向消亡。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叫做商数定律。这个商呢是一个火字旁加一个商人的商，商业的商。这个商一定是往混乱的地方带，在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其实这个科学定律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科学定律就直接突破了进化论的
胡说八道。进化论说的一定是往好的方面进化，因为呢，这个物竞天择，自然淘汰，优胜劣汰。所以呢，当随着岁月的前进，随着时光的增加，那么到最后呢，一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优秀，越来越美丽。但是恰恰连进化论者都不得不同意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这已经是一个科学的定律。那么进化论的矛盾就出来了。按照热力学定律，明明你放在一个环境里面，一定是越来越乱。其实道理很简单，如果你现在要出门，要去度假，你把房间收拾好、整理好，花园弄好，然后呢，你花园的门也关上，然后你走了。当你1个月回家，可能还看看跟原来差不多；你2个月回家，看看还差不多。如果你1年2年回到家，我请问你，你的花园会变成什么样？一定是杂草丛生，乱七八糟。会不会回来？哎呦，这个花园越来越美丽啊，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整齐啊，跟我前面剪过的树怎么长得越来越整齐？会不会？一定越来越乱。你不相信？你先走出这个门，你到旁边几家去看一看。我这2天稍微有一点时间，往左边走，往右边走，有些院子整理得干干净净，一看就是有人整理；有些地方杂草丛生，一看就知道这个主人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在那里。因为科学已经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外面一只手伸过来干预，你一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乱。今天我们的人类已经发现了，我们是明天会更好呢，还是明天会更糟呢？整个人类如果作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呢，你发现我们里面一定罪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直到最后我们相咬相吞，自我毁灭。所以地上有没有盼望？地上只有一个盼望，叫做死的盼望，因为死是非常确定的。但是彼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词，叫做活的盼望。活的盼望，你发现只有圣经反复用到活这个词。我们的这位上帝是什么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水？活水。我们在神的家中，在神的殿里面被建造成为什么样的石头？活石。神的道是什么样的道？是活泼又有功效的道。那个原来活泼的道就是活的道。所以活的神、活的水、活的道，造成我们成为一个活人，建造成为活石。那么这里再让我们看见那个活的盼望，这是太奇妙了，因为它是活的。我们都知道死跟活的差别太大了。我们本来毫无指望，圣经上说我们本来已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他叫我们活过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盼望。这个盼望是一个活的盼望，这个盼望不是我们停留在一种想象里面，有一天我们要享受永远的天家，不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共产主义给你的差不多。他也描绘一幅图画啊，有一天啊，世界大同啊。我小时候对那个理想还真的很着迷啊，因为我听说共产主义就等于土豆烧牛肉。真的，那个时候苏联的那个总书记讲的，什么叫共产主义？简单来讲，就土豆烧牛肉。哎呦，我那时候真是觉得这太美好了，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啊，这个不太容易吃到土豆烧牛肉。那过年啊什么能够吃一回，我想哇，共产主义天天吃太棒了。那现在难不难？一点不难了。我看这2天我们菜常常有时候土豆烧牛肉就上来了。告诉你，你真的想吃，你也不能多吃啊，因为现在谁敢多吃土豆烧牛肉呢？因为那2个，一个有淀粉啊，一个胆固醇啊，大概。所以你发现地上那个叫盼望吗？那种盼望其实是非常可笑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物质，将来有一天物质
取所需，各取这个按需分配。你想想，就算你物质极大丰富，现在对中国很多人来讲，物质老早已经极大丰富。但是解决他根本的问题了吗？解决他生命的问题了吗？解决他死亡的问题吗？解决他罪的问题了吗？解决他苦的问题了吗？所以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见，唯有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那活的盼望，那个真的叫做盼望。一方面我们谈过人跟动物的标志性的区分，就是人会有盼望。这个盼望很特别好，盼望是让人可以活下去的一种动力。你注意看，我去查一下字典哈，什么叫盼望？盼望是指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希望它发生的事实。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盼望不是一个幻觉，不是一种幻想，它是一个事实。虽然现在还没有发生，但是你心里期待着、渴望着它能够发生。我们讲过，一个人如果没有盼望，他其实啥动力都没有了。你进学校干嘛？因为你盼望有一天可以毕业。如果你一进去说：“哎呀，反正我毕不了业了。”那你既然毕不了业，大概你也不想再在课桌上坐下去。那这样一天天坐下去有什么意思呢？你发现人生好像都是因为你有一个想要它成为事实的一件事。所以当我们说盼望失去了，那个叫做失望。有些人会很失望，哎呀，这个人生啊，好像很多不如意的事，我想要它发生，它没有发生，你就很失望。有一天你觉得完全没有了盼望，那个叫做绝望。那么绝望的人生，当然你就发现根本走不下去。很多人为什么一死了之，或者轻生，或者是各种办法结束自己的生命，就是他觉得绝望，我没有任何的希望，我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的人生需要盼望，但是圣经上说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因为我们过去是那个死的盼望，所以这种盼望的特点就是会朽坏、会玷污的、会衰残。这三句话把人间的盼望描述出来，我觉得实在太准确了。会朽坏的、会玷污的、会衰残。人类老早知道了，无论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已经知道了，或者是美国有个政治家，也是一个科学家，这个人叫 Benjamin Franklin， 美国人对他很尊重。他的头像是美国现在最大的钞票，就是$100上面就是他的头像。那么这个人其实很多人像我们这一代根本不晓得他是谁，不过他讲的话我们都要记得。他说，其实啊，只有2件事是确定的，所有世界上都不确定。第一件事情叫做交税 （tax）， 第二件叫做 death， 就是死亡。当然，听在我们老中耳中，只有一件确定，因为交税也不确定，我们可以偷税漏税。大概只有美国人傻傻的还会去交税，他们认为这个很没办法啦，政府要我交啊，那很确定。但是你大概不得不承认，死亡倒是确实是确定。我们本来有没有盼望？可以说我们的盼望好像就是死的盼望。所以圣经描述，第一这种盼望是会朽坏。朽坏这个词呢，你看那个英文就知道，跟中国现在讲的那个腐败有点类似，就是让人很生气，让人看得很不高兴的，腐朽。我们的盼望其实真的会这样。我看到有一个网上的段子写的蛮有意思啊，他说呢，有一群这个大男人，他们呢在一起喝酒聊天聚会，吃喝快乐，吃到一半呢，其中有一个人想起来说：“我们现在这样吃喝快乐，真的，我们的老婆们很有贡献，所以呢，好不好？我们现在呢就暂停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拿出手机，就给
我们各自的太太们写一句话，那么感谢他们。那么他们光顾喝酒聊天也很忙啊，那怎么办呢？简单啊，就写3个字，有人说就写我爱你，可以了吧？啊，那么这一群人就各自发出去了，都是写我爱你。那有一个呢，他结婚才不久，新婚蜜月期间，他太太收到，当然心花怒放啊，老公不错啊，出去跟朋友吃饭还想着我，马上兴高采烈给他回一条，我也爱你。那么有一个已经结婚了5、6年的哈，收到以后下一条给他回一条，你有病吧？你喝多了吧？怎么会好久没有看到这种？怎么突然间那个？那有一个结婚10几年的哈，更生气，把他回一条，你一定发错了，你发给某个小三，老实交代的哈。因为从来没有收到过，他以为说这个老公大概酒喝多了，大概本来要发给别人的，突然间发到我手机上来，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啊，那个结婚时间再长一点的，有一个也不给他回了，直接打电话给儿子。儿子啊，赶紧回来，你爸快不行了。现在胡说八道了，已经开始。你看这大概是快临终的遗言这样哈，良心发现。那当然有个结婚时间最长那个话，给他发回一条，老头子啊，真对不起啊，今天早上你出门早，我忘了把老年痴呆药给你吃了。现在都发成这种信来。我想其实他蛮说明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当他进入婚姻步上红毯的时候，都是觉得心花怒放，都是觉得将来我们白头偕老，都是觉得将来呢海枯石烂，我们的此心永不变。但是为什么当岁月渐渐流逝，感情好像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就变成这样的一种状况？这种情形叫做什么？叫做 corruptible， 就是好像越来越朽坏，越来越朽坏。你发现这个婚姻里面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那爱的源头在里面，我们都是非常容易改变的人，我们都是非常容易忘恩负义的人，我们都是非常容易喜新厌旧的人。我们感谢上帝，地上的盼望不叫做真的盼望，而且这个盼望还有一个特点，地上的盼望会玷污。玷污这个词的英文叫做 impure， 就是不再纯洁。我们的盼望里面夹杂了多少我们的自私？真的，现在常常这个很多人对婚姻好像看作儿戏一样。他们说什么叫做誓言？就是一时的誓言啊，讲错话了。我也提过圣经里面那个暗论大卫的儿子，他以前有个盼望，就是能够把这个漂亮的堂妹能够这个弄到手，大概人生会很幸福。结果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段把他骗来。但是圣经说，接下来的马上他恨他玛的心超过先前。你有时候你看看那个汪峰的前面的那个老婆骂起来那简直就是乱骂。那个最近吸毒进去了，那个有时候网上吵这都曾经是所谓爱的死去活来，突然间有一天恨了你，简直就是咬牙切齿。我告诉各位，这种情形是太频繁太多了。我们的盼望不纯，我们的盼望被罪已经玷污了。那么圣经提到了我们的盼望更可惜的、更可怕的是 fade away， 衰残。这个词的英文叫做 fade away， 随风而逝。我们有什么盼望？你发现多少曾经流行的、曾经红极一时的，老早过去了，还在哪里？全部都被大江大河老早淘汰。我们的人生，我觉得真的是很像坐上北京的1号地铁。有没有人坐过北京1号线？北京1号地铁挥一下手。也有几位
建议如果你到北京坐一下这个地铁，蛮有意思的。一方面，因为北京号称中国的首都有人说其实就是首堵堵得不得了那你地面上有时候走不动，那么你地下比较快，1号线呢横穿整个北京城。但是你坐上1号线呢，我也请你稍微思想一下人生因为我觉得跟人生太像。1号线呢，让你每一站都心花怒放，好像热血沸腾。因为有一站叫国贸，你上去看灯火辉煌。现在北京国贸这个地方呢，叫做中央商务区。如果你在那里能够有一套房，如果你不要一套房，你有一个车位，哇，大概你也已经是百万富翁。那个地方一个车位都卖到100万以上。那么你再过去一站的叫天安门，哇，那个又是热血沸腾那上面想一想就是权力如果有一天能够登上大位有一天呢能够在中南海里面，有一天能够在政治局里面，好像的人生呢掌握权力。那么再往前面有一站叫金融街，哇，鼓励你就想一想发财想一想这个股票一站一站，总而言之，那些北京最重要的地方都出现在那个沿线。但是有一站大概你不会忽略。我有一天坐着坐着，突然间听到那个报站非常甜美的声音亲爱的乘客，下一站八宝山到。八宝山，那八宝山就是埋死人的地方我上次到台湾，那么戴基宗牧师带着我一会儿子，陆家你看夜总会，哇！我说什么夜总会？他说台湾八宝山叫做夜总会，就埋死人的地方就叫做夜总会，大概夜里出来的人比较多。后来我发现台湾好多地方都是那个山坡上，其实我们这地方你走过去一点就有一个夜总会我们这个修道院出来，你往右手走过去一点有一个专门就是埋死人的地方。那天奇怪，那个1号线呢，刚好他本来应该到苹果园，不晓得为什么那天临时掉头，所以那个乘客声音特别甜美。亲爱的乘客，下一站八宝山到了，全体下车，叫我们全体下车。后来想，真的你不下也不行没有一个人八宝山可以不下来。无论你在中南海，无论你在金融街，无论你是国贸，无论你哪里，有一天你通通下车，到站里下车。所以你发现，这个就是圣经讲，我们地上的人生过去就是3个特点的盼望。我们还以为那真是盼望。第一个会朽坏，第2个受玷污，第3个会如飞而去，衰残不见。但是感谢上帝，这段圣经非常重要，告诉我们这个活的盼望谁做成的，怎么来的？你发现原来是3位一体上帝。彼得说，这个盼望是因为父神的大怜悯 ，Father God， 这位天父上帝，因为他极大的恩典、奇异的恩典，然后这个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位是上帝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带给我们那活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又是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所以你发现这个盼望不是一个廉价的，不是一个你可以轻看的。这个盼望能够有，是因为3位一体上帝的工作，父的大怜悯，子的大救赎，圣灵的大做工，才让我们这样愚顽的人竟然能够认识了这个荣耀的盼望，认识了这个活泼的盼望，也能够活在这个盼望里面。我们何等感恩！这是天父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彼得因为认识了这个盼望，你知道这位圣徒真不简单。我到罗马去听到了他的故事。我们知道彼得、保罗这些圣徒到最后都被关在罗马。那保罗被关在地牢里面，那彼得呢，开始关的那个地方呢，看守不算太严密。那当时的那些弟兄姐妹就觉得，
这个为着将来教会啊，这个教会领袖最好把他救出去，所以呢，想尽办法把这个彼得救出来。你如果去过罗马，你到今天都看到外面都是那个城墙，罗马城，他们就想方设法在半夜的时候，同样城墙上面把彼得用绳子把他放下去，他就逃出了罗马城。逃出罗马城以后呢，他就一直往前跑。但是到了一个地方，教会历史告诉我们，真的主耶稣在那里向他显现，只问他一个问题：你往何处去？你往何处去？彼得在那一刻心里大受感动，他想到主耶稣基督走的是那条十字架的道路，他感觉得到，我这个时候好像只顾自己跑，所以这个彼得再回头往罗马去。当他进罗马城的时候，真的把那个兵丁吓一跳，哇，这个重犯竟然被他逃出来，所以他们就把彼得关到一个水牢里面去。这个水牢现在在罗马你还可以去看，不但是一个监牢，而且呢全部是黑的，那个都是放了水的地方。到最后要把他处死，本来是给他钉十字架，彼得主动要求：你们把我倒过来钉上去，我不配享受跟我主耶稣一样的待遇。结果他是倒着钉上十字架，甘心乐意殉道。这一段的事情，后来这个美国的电影界特别拍了一部电影叫《你往何处去》。我想，其实一个人为什么能够真正视死如归，是因为心里真正有了那荣耀的盼望。地上这一切都是自斩自弃的苦楚，我的盼望在于我的上帝。我想，所以他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因为这个盼望是不朽坏的、不衰残的、不玷污的，而且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盼望的内容是因为上帝要把天上的基业给我们，就是到他再来的时候，要完全显现出来那个救恩，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好像我们终于踏入春节，终于迎来新春的时候，真正整个过去那一年都过去，我们真正迎来了新年。我们如今每一位都跟彼得一样，我们已经有了那活的盼望，那个盼望叫我们不丧胆，那个盼望能够让我们不灰心，那个盼望能够让我们知道地上无论是风浪、挑战、苦难，不过都是自斩自弃，不能够遮掩那极重无比的荣耀。也为着那心中的盼望，我们来传福音。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有人问起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知道其实什么是传福音？就是告诉人说我们有盼望，你没有盼望。真的，这个盼望在哪里？这个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为我们复活。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盼望，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盼望，这是一个千年来人类从来没有过的盼望。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他幕后的亚当，因着顺服上帝，带着神的生命，所以胜过死亡，出死入生。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而且这个盼望呢，很感恩。彼得告诉我们，因为他跟我们一样，他也走过那条不容易的道路。他说：“上帝必照他的大能来保守我们。”哇，你就知道这位上帝太奇妙。他不但把这个盼望给我们，而且他亲自保守。你真正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得救。而且上帝不会反悔，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因为这不是在乎你，这是在乎上帝，他是不能背负他自己，他硬是要把救恩给你。当你用信心回应他的时候，你就得救，你不必再怀疑自己到底有没有得救。
因为这是上帝的全能。彼得在这里说，神自己来保守他，保守他的应许，保守他的话语。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起呼叫，那位阿爸父。但是从人的角度，是的，我们需要从信再到信心，我们不断的用信心升起在上帝的面前，来回应他，来跟随他。其实用什么？就是用信心。因为信心是让我们有限的人能够真正与无限的上帝心灵来沟通，来敬拜他。靠着信心，这个沟只有信心能够跨过去。好像你看小孩从来没有问了，我有时候真的觉得蛮奇妙，信心太奇妙。我们当中有很多小朋友，大概做父母的，你有没有听过？有一天突然间，你的女儿、你的儿子跑来就问你一个问题：爸，我想不通啊，凭啥你是我爸？有没有人问过这样问题？小孩大概不会问了，你问老爸，大概最好的回答就一个嘴巴抽过去。我打你就代表我是你爸。你发现为什么小朋友不会问？信心，很奇妙。这个信心啊，难怪圣经上说，好像一个礼物，上帝已经把这个礼物放在我们里面，我们只是信心不足，信心不够。因为圣经上说，本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就好像一个小朋友，他爸妈的事，他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他心里，他已经不会去问。当然，他要问，父亲可以这样回答：孩子啊，有谁像我？你饿了给你吃，困了你冷了给你穿，你生病我赶紧送你去医院，医生要给你打针，我怕你疼，我恨不得巴不得打在我自己身上。有谁比我更爱你？你知道上帝也是一样的来证明他自己。第一，上帝说神的事情你所能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你心里，但是呢，上帝又借着他所造之物，叫你看见，叫你晓得，而且无可推诿。上帝创造阳光，上帝创造雨露，上帝创造空气，用这一切白白养活你，其实是叫你看见晓得，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推脱。所以信心一方面很宝贵，宝贵在哪里？这个信心可以成长，意思说你的信心哪怕像芥菜种那么一点点，你只要敢使用这样的信心，你就能够支取上帝的恩典。你活在他的恩典当中，活在这个盼望当中，让你的人生不一样。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过是让这个信心从你一开始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到渐渐凭着信心，你活出上帝的生命。你不要说不可能啊，这个大概耶稣基督我做不到了。如果凭着信心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你发现保罗做到了，约翰做到了，彼得做到了，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性情的人，可能以前还不如你，还不如我。为什么他们能做到？只有一样，单凭信心。所以非常感恩。我记得我跟大家提过，我的父母虽然经过很多的风雨，我妈妈在1948年大学毕业，奉献给上帝。为什么呢？因为看见他自己的父亲，我的外公。我的外公以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年轻跑到上海，那个时候上海叫做冒险家的乐园。那么外公到了上海，一心就是要赚钱。结果呢，到了上海呢，哪里赚得到钱呢？这个不是他想象这样啊，遍地黄金，你随便去发财啊。发现世态炎凉，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谁看得起你啊？他实在是真的跑来跑去，走投无路，看看带来一些钱都快花光。有一天的经过，在路上跑来跑去，看有没有工作可以找一份工。结果呢，看到有个地方一块招牌，上面写着招工，哇，这地方要人啊！人家下面其实还写要求，他也不看了，就冲进去。招工，我现在正需要一份工。
进去了，一看吓一跳，一张长桌，后面坐一个外国人，原来是一个洋行。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很奇怪，就觉得我们是人，其他都是鬼。像广东话叫外国人叫鬼佬，鬼佬，这个好像只有我们是人，其他都鬼。我不晓得现在荷兰广东话是不是一不小心讲人家鬼佬这样。那总而言之呢，他一看，哦，这个吓一跳，头发黄的，那个眼睛蓝的。结果一看，他还会讲人话，好，这个外国人还会讲中文，中文也讲得不错，好。先生啊，你进来啊，那你要找工啊？哎呦，外公想着进去也不好意思，坐在那儿。对啊，我要找工。那么那个人就跟他讲了，我们这里呢是要找一个会一点外文的一个职员。那外公一听，糟糕，会讲外文，我连上海话都不会讲，会讲外文。那刚进去坐下又不好意思退出来。那么那个人开始就考他，就跟他讲一些英文了。哇，外国人听完了，这不是人话，听不了搞不清楚，听懂没听懂，就看他一直点头哈，还以为他听懂。就这样到最后呢，要签约了。外公就坦白说：“对不起哈，我真的没听懂，我也不会。”啊，那个人说：“不会啊。”那这样，现在这里还缺一个工，就是扫地擦桌子的。你看你要不要做？外公说给钱就行。这个扫地擦桌子，什么工都可以，只要你给钱我就做。就这样进了洋行，这是他到上海找到第一份工。当然他自己长得年轻，也很努力。那个时候白天做工，晚上回来呢就读书啊，用功啊。真的5年以后，慢慢升就升到了中方的副总经理。在这个洋行里面变了这个副总经理。但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人，你知道，常常我们犯2种错误。第一种呢就是自卑。以前呢他就觉得我到大上海啊，我这样一个乡下来的，我也没有什么学问的，我也非常自卑，看谁都比我强。第二个错误我们会犯的，就一旦有点成绩的，非常自大。他到以后呢，就变了一个非常自大的。你看，都凭我5年里面就混到这个地步，哇！以后呢，他洋行不做了，自己跑出来做什么？做股票。30年代那个时候，在中国做股票的人也不太多，做股票给他赚钱。以后呢，又炒房、买房，做房地产，所以慢慢的钱越来越多，家里住的花园洋房，自己的私家车。家里面的好几个人帮忙。我妈妈说，小时候啊，生活真的不错，但是唯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外公越来越自大，到一个程度的非常骄傲，脾气暴躁，都是他对的。妈妈说，真是家里面呢弄得鸡犬不宁啊。尤其外公后来又喜欢赌博，因为钱来得很容易嘛，常常跑赌场。结果呢，弄到后来呢，当然你赌博一定10赌9输，每次回来呢更生气，拍桌子啊，翻盘子啊。妈妈说那个时候真是，一方面常常看不见这个父亲，他老在外面，要么在工作，要么在赌场。但是呢，回来呢更怕，好像老鼠看到猫一样，就看他一天到晚发脾气，无缘无故会发脾气。很感恩啊，有一天有个福音队来传福音。一家家敲门，敲到外公那边，刚好他在家，打开门一看，一群年轻人站成一排。先生，我们传福音，我们给你唱一首圣歌，给你念一段圣经，好吗？你们走，我哪有时间听？那些人就求我外公啊，你不要关门好吗？我们也不进你家，就在你门口，给我们5分钟就够了。外公那时候觉得最奇怪，看这些人都年轻人哈，很可爱，很有礼貌。夏天他们穿那个 T 恤，上面还写几个大字：“我是罪人。”外公就觉得我倒霉啊，今天这群罪人来了哈，看看也不像啊，很有礼貌。不过没关系，你们罪人好，赶快唱啊！你们唱完就走了。那些人真的唱完，读了圣经，然后又去别家。等到转身走，他要关门，一看那些人的 T 恤背后写几个字：“你也是罪人。”很有意思，他们传福音啊，就前面我是罪人，
后面你也是罪人。结果呢，这个外公一看呢就火大了，这个好像是在骂我们，你们罪人怎么我也是罪人哈？哎呀，还叫他们不要走啊，你们留住，你们跟我讲什么，我也是罪人。当然那些人很高兴哈，围着他就跟他讲为什么他是罪人。其实那天呢，外公也没有听进去，但是那天晚上发生一件事，他躺下睡觉就睡不着了，就是那几个字啊，你也是罪人。咱们中国人常常说，一个人夜深人静，你摸着良心的时候呢，真的发现他那天晚上睡不着了，就想来想去，真的发现我做生意这些年间，我真的从来没有欺骗过人吗？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吗？就越想越好像没有底气。结果呢，一连3天啊，天天晚上睡不着，就是那几个字。也感谢神，等到第3天呢，他刚好有个朋友也是做生意的，那个人是基督徒，就来找我外公说，这个姚先生啊，有一个在美国拿了博士的，现在回国做传道，刚好经过上海开分心会，你要不要去听？原来呢是宋尚杰博士，他在上海开那个分心会。那么外公呢，以前他朋友也找过他，他从来不要去。那天呢，他就随口问一下。这个人啊，请问这个人讲什么？他的朋友说，这个人就专门讲为什么我们是罪人。哎呦，外公说这个我要去听。我这2天老是这个问题啊，在困扰我。他生平第1次去参加一个布道会，就是宋尚杰的布道会。结果呢，也就在那个分心会上，真的好像整个人被翻过来。我妈妈说那天看见父亲回家，真的好像变一个人一样，说话很温柔。吃完饭还跟这些孩子们说：“你们先不要走啊，爸爸要给你们开一个家庭会议。”妈妈说：“糟糕，要出大事了！这个还开家庭会议，都他一个人说了算，怎么现在开家庭会议？”他要跟孩子们讲什么呢？第一，跟他们传福音。爸爸今天凭借着救恩得到了福音，才知道原来自己是这样一个罪人。而且看见那一条活的道路，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妈妈说那时候她也听不太懂。其实外公那天开家庭会议，主要要告诉他们什么呢？外公现在决定要去当一个传道人，因为觉得这个福音太好了，要去跟别人分享。而且呢，他要跟孩子们商量，就是要变卖家产。全部要卖掉，把那个钱拿去传福音。以后你们不会再有这样的生活了。但是父亲要告诉你们，有一天你们明白了，你们不会后悔。我的外公就是这样啊。而且妈妈说那天其实他讲了，他也是懂非懂，反正爸爸你做决定好了。问题是有一个举动让这些孩子们都很震撼。外公那天站起来，到他5个小孩跟前，一个个跟他们道歉。爸爸对不起你们，跟你们道歉，以前错了。妈妈说那一刻他很震撼，看到最后父亲跑过来轮到他，他第一个感觉就爸，你会不会神经错乱？你来道歉，这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心里面妈妈说真的很快乐，好像觉得又得到一个父亲。以前是真的感觉这个父亲有跟没有差不太多。我的外公就这样，后来真的房子一栋栋卖掉，那个钱拿去中国布道会。那时候宋博士、季之文牧师他们有一个伯特利布道团，后来他自己就做了中国布道会的长老。外公他传道主要的对象是哪里呢？就是专门跑到上海的那些监狱里面去传道。他特别有个负担，就是向那些囚犯传道。他说：“我以前是被罪捆绑在一个无形的监狱里面，所以很感恩啊。你知道更有意思哈，等到1949年啊，这个中国大陆啊，我们大陆叫解放，台湾那边叫沦陷，有时候我不晓得怎么用啊。总而言之，就改变颜色。没过几年，50年代，很多我外公的那些做生意的朋友来找我外公。”姚先生，你太有眼光了！你现在倒好，你是无产阶级了，我们怎么办？我
哇，真的50年代哦，他们查来查去，我外公啥都没了，全部都奉献出去了，真的变了无产阶级。他那些商界朋友呢，吓得腿都软了，因为50年代以后，一个一个政治运动，哇，那些资本家啊，什么有钱啊，被批斗啊。我妈妈因为看到自己父亲生命的改变，所以奉献做传道。1948年，一直到2015年，去年，整整差不多68年。我想，其实这些因为真的看见一个盼望，主也恩待他们提过。我父亲刚好去年他们2位结婚60年，风雨同行60年。虽然2位都是那个时候身体很衰弱，我妈妈在被主接走以前10个小时，那个时候中午12点了，也很奇妙。我爸爸那几天一直发烧，突然间那时候烧退了。那他就跑去跟妈妈2个人手拉手做祷告，好像地上暂时的告别。过了10个小时，妈妈就在躺卧当中就安然被主接走。旁边照顾她的一个姐妹见证说：“真的，你妈妈走的时候，一个很大声的祷告，就是主耶稣啊，求你救救世界上更多的灵魂。”我想，真的对一个认识上帝的人来说，我父亲最喜欢唱的就是他自己做的那个诗歌：“抬头观看，必然明天，所爱的家就在那边。”我记得第一次我来退休会的时候，跟大家提过我父亲的他的身世。他从小非常艰难，从小是个孤儿，后来跟着姐姐到温州去。那今天温州的很多老同工都知道我父亲的那一段身世。以后他的姐姐生孩子的时候过世了，爸爸就成了一个孤儿。他那个时候就决定要从温州回到杭州，因为他的父母的坟墓在杭州。就在沿途流浪的过程里面，感谢上帝，有一个传道人，一个老传道人向他传福音。而且爸爸自己说，真的有上帝啊，因为他从小跟着姐姐相依为命。姐姐过世，那个时候爸爸在永嘉外面一个郊外的一个地方，在那里皮匠那里做学徒。姐姐竟然托梦给他，爸爸说：“真的，那天很清楚，姐姐跑来跟他说：‘建昌，建昌，你不能再考我。’建昌是我父亲的小名，他还不晓得怎么回事。后来跟老板讲说，那个我姐姐来过了。当天下午就收到一封快信。那个时候他从那个地方要赶回永嘉，路上8个小时坐船。那封快信上说，你姐姐病危，立刻赶回来。我父亲拿到那个信，在那里大哭。他跟那个老板说，我姐姐已经过世了。老板说，你小孩子家不要乱讲话，没有了。爸爸说，他已经来过了。父亲说，从那个时候他就知道人有灵魂，好像那个姐姐放不下自己的弟弟。所以当他认识主以后，真的是这些年多少风雨，但是真的发现，原来地上的生命会过去，归向上帝的灵魂，永远回到上帝那里。本来他们2位有短短的2首诗歌哈，我想因为视频的关系没有办法播放出来。他们2位在被主接回天家前不久，他们唱的诗歌，我们帮他们录下来。爸爸唱的这2首都是他们自己做的诗歌，妈妈唱的那首就是怎样去见主的面。我想我们每一位有那荣耀的盼望，那个盼望叫我们不上胆，那盼望告诉我们，虽然我们的身体会一天天朽坏，但是我们里面却一天新是一天，因为那活的盼望在引导我们。好像圣经上说的，我们既有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如今是我们的兄长，耶稣这一位幕后的亚当，成为真正那出熟的果子。你我这一群被称为基督徒的，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同样，自战自清的苦楚，只叫我们更加的仰望那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在他里面，我们有永远活着的盼望。我们彼此的来勉励。虽然我们的隐会要结束，愿上帝的话留在你我的心里，引导我们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真正认识他、信靠他、跟从他，直到与他面对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恭恭敬敬，再次把我们在这里一切的交通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啊，我们想到40多年前，你借着你的仆人陈少光牧师来到这里开疆辟土，因为他领受那天上的异象，因为他渴望着与人分享这荣耀的福音。主啊，我们看见40多年来，你仆人所撒的种，如今结出丰硕的果实。主啊，今天我们这一班继续在人生的路上奔走的，愿主你感动了我们前辈们的灵，你照样感动我们。主啊，一代一代知道主再来，我们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们要让人看见有一个活的盼望，我们要让人知道有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的救主，他是我生命的主。主啊，我们求你恩待祝福荷兰华人基督教会，无论在哪一个地方的堂会，都求主你继续大大的使用，扩张我们的疆界。主啊，也扩张我们属灵里面的眼光，看见这个时代的需要。唯有耶稣的道，唯有真理的光，是人类真正的出路。主啊，你有能力来束我们的腰，让我们穿上福音的鞋，为主来奔跑。你也是祝福每一个家庭，特别祝福我们当中许多的孩子们。主啊，求你一个个让他们不但身体强健，而且灵性活泼。主啊，你把属天的智慧给他们。主啊，你也保护他们，保守他们，不受这个世代的侵蚀。主啊，求你也看过我们当中一些的长辈们、年长们。主啊，你自己照样白天黑夜，你护卫他们，有能力与他们同在。主啊，你把喜乐浇灌在他们心中。主啊，我们当中每一个家庭，求你保守眷顾，每一个人的需要你都知道。愿你的旨意完全成就在我们每一位的生命里面。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同心祷告，也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神。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